这真的是刺客信条的最后一次机会吗？我觉得不是的，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拥有所有的成功的要素，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失望。我们怀念的刺客信条，那个充满灵魂、诚意和创意的系列已经回不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像使命召唤一样被商业化和流水线生产吞噬的空洞躯壳。烦死了！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来到第九频道，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九艺术的魅力。 Nice。 作为一个多年来坚持玩刺客信条系列的老玩家，我对这个 IP 的感情是复杂的。我几乎打通了所有刺客信条游戏，从刺客信条2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再到黑旗的加勒比海盗时代，可以说奥德赛之前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感受到这个游戏独特的魅力。所以当刺客信条影在公布时宣布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并且聚焦于忍者与武士的文化的时候，我的心情可以用是激动万分来形容。毕竟忍者文化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我觉得这个是刺客信条梦寐以求的舞台，我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在游戏中化身一名忍者，前行于京都的古城，或者在战场上与武士展开激烈的对决。不可否认，这个游戏在刚开始的时候的前几个小时的确令人惊艳。育碧更新后的自研引擎首次支持了全局光照和光线追踪，这让16世纪的日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真实感。无论是阳光透过树林洒下的斑驳光影，还是四季变化中樱花飘落的美景，亦或是栩栩如生的野生动物与细腻的音效设计，这个开放世界在视觉和听觉上的表现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我第一次进入游戏时，我站在一座山坡上俯瞰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河流反射着阳光的光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仿佛穿越到了战国时代的日本。这种沉浸感一度让我相信，育碧终于找回了《刺客信条2》或者是黑旗时代的灵魂。然而，这种美好到后来，我发现它只是一种表面的光鲜亮丽，它是一种假象。一旦我开始真正探索这个世界，它的问题就暴露无遗。我说过，我欣赏每一部奥德赛之前的刺客信条，因为在起源之前，每一部刺客信条它都是纯的那种动作游戏，并没有很多的 RPG 元素。然后在起源这一作里面，它加入了很多的 RPG 元素，但是在奥德赛这一作里面，它是到达了一个巅峰。所以我说起源其实还行，但是到了奥德赛开始，这个系列就在我的眼中，其实它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育碧从奥德赛开始，一贯的开放世界的设计套路再度上演，地图上充斥着大量没有意义的支线任务，重复的刷怪点和无聊的收集品。这些内容不仅没有增加游戏的深度，反而让整个体验变得非常乏味。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在探索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而是在完成一张又一张待办事项清单，像个 checklist 一样。这种设计方式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玩家沉浸其中，而是单纯的为了拉长游戏时间，让玩家在重复的劳动中耗尽耐心。举个例子，在奥德赛和英灵殿当中，角色的成长已经被经验值和技能点所束缚，而在刺客信条影这一条路上走得更远。这个游戏中你无法解锁关键技能，除非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刷所谓的技能点数。这些点数怎么获得呢？你要去参拜神社，寻找丢失的卷轴，完成一系列重复探索的任务。听起来似乎很有忍者的味道，但实际上其实就是那些我们原来在奥德赛、在英灵殿里面玩过的那种内容。这些活动的数量多了，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解锁一个基础的前行技能为例，你可能需要参拜10个神社，找到5个卷轴，还要跑遍地图完成3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任务。整个过程可能耗费数个小时，而你能得到的回报跟它完全不成正比。更糟糕的是，这些任务设计的毫无新意，缺乏故事性和挑战性，纯粹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存在。当我第3次被要求前往某地寻找某物时，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一款免费的 MMORPG， 而不是一款售价为$60的全价单机游戏。这个游戏给我提供的沉浸感，在我看来还不如一款手游。当一个开放世界的探索内容变成一种枯燥的跑腿行为时，再美的风景也失去了意义。在玩了快20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沉浸于这个世界的美感，而是开始感到疲惫和厌倦。我甚至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在玩什么？这不还是育碧的那些 same old shit 吗？这种疲惫感在我打开游戏内置商店的那一刻到达了巅峰。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育碧不是无意间把游戏做得如此折磨人，而是有意为之。他们在游戏资源和经济系统上人为制造了大量的障碍，目的就是诱导我去氪金。这不是一款免费手游啊，这是一款标价不菲的全价单机游戏啊！我靠，以基地建设系统为例，这个系统本应是游戏的一大亮点，让玩家在战国时代打造属于自己的忍者据点。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基地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游戏中的资源获取被刻意限制的异常稀缺。无论是木材还是铁矿还是别的那些材料，玩家每次通过任务或探索获得的量都少得可怜。要升级一个简单的建筑，可能需要跑遍半个地图，耗费数个小时去收集材料。面对这种情况，玩家只有2个选择：你要么咬紧牙关，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做重复的劳动式的收集，要么你直接打开钱包，用现实中真实的货币去育碧商店里面买那些提供的材料包。这些材料包的价格从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摆明了就是在薅羊毛。更离谱的是，育碧甚至将氪金系统的魔爪伸向了开放世界的核心体验——自由探索度。他们在《刺客信条：影》当中，你可以用现实世界的货币直接解锁地图上的战争迷雾，你可以直接用钱代替探索，把地图全开。我天哪！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愿意花时间去自己探索地图，你只需要掏钱，就能瞬间看到地图上的所有地点和任务标记。这种设计完完全全的违背了开放世界的游戏初衷，探索的乐趣被金钱所取代，整个游戏体验变得廉价而功利。我不禁想要问阿玉，你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还是刺客信条吗？这种氪金设计让我感到愤怒。作为一名单机游戏玩家，我愿意为一款优质的游戏支付全价，但我不愿意接受在付完钱后还要被当成氪金母猪对待。育碧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公司了，而更像是一家试图在每一个环节榨取玩家钱包的企业。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创造艺术，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转变让我非常的痛心，也让我对这个公司的未来彻底的失去了信心。作为一款强调忍者与武士主题的游戏，《刺客信条：影》的战斗系统本应是其核心卖点之一。忍者的敏捷与隐秘，武士的力量与荣耀，这些元素如果设计得当，完全可以让玩家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战斗乐趣。然而现实却让我大失所望，这款游戏的战斗系统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比前作《英灵殿》和《奥德赛》更加无聊，几乎毫无战术深度可言。问题首先出在技能点的获取方式上，由于技能点获取方式被人为的延长，玩家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刷任务，或者直接购买经验加成，才能解锁核心战斗技能。这导致我在游戏前中期大部分时间里，我的战斗手段极其有限，你能做的无非是基础的轻攻击、重攻击和闪避，重复的让人昏昏欲睡。等到你终于解锁一些高级技能，比如忍者的烟雾弹或者武士的这个强力斩击，那个时候你已经游戏过了大半，你的乐趣早就已经被重复的这些任务、这些重复的 farm 消磨殆尽了。更糟糕的是，敌人的战斗逻辑设计的极为简陋，
无论是普通的士兵还是精英敌人，他们的攻击模式基本是你一招我一招，毫无策略可言。AI 的智商低得令人发指，我甚至多次遇到敌人站在原地发呆或者重复执行一个动作的情况。这种战斗体验与其说是忍者对决，不如说是打木桩。角色的攻击动作比幻景和英灵殿更加僵硬，打击感薄弱的几乎让人感受不到反馈。一个战斗系统都如此敷衍的游戏，你怎么让我沉浸于其中？其实在玩这一座刺客信条之前，我刚刚把怪物猎人荒野打到封盘，差不多 HR108 的样子。然后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育碧要把这一部刺客信条给它跳票到跟怪物猎人荒野同一个档期。你知道怪物猎人的那个手感是多么优秀吗？虽然说它的优化做得很差，但是它的手感却是实打实的。然后你玩完怪物猎人，你再去玩刺客信条，你就会有一种都在2025年，都是大游戏公司，你阿玉为什么做出来的游戏比日本的公司要差这么多？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剧情啊，没有剧透，大家放心观看。作为一款日本战国时期为背景的游戏，《刺客信条：影》的剧情本可以成为它最大的亮点。战国时代的乱世纷争，忍者与武士的恩怨情仇，这些元素作为一个史诗般的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舞台。然而事实证明，育碧连讲故事的能力也丢失殆尽了。游戏的双主角迷柱和奈绪江本应是剧情的灵魂，但他们的表现却让人非常失望。抛开政治正确的争议不谈啊，迷柱作为一名非洲裔的武士，本来可以展现文化碰撞的内涵，可惜他的性格塑造单一的像一张白纸。奈绪江更是令人费解，他目睹了家族的覆灭，按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复仇欲望极强的角色，但他的情绪波动却小得可怜，几乎没有那种身世悲剧带来的共鸣感。这个游戏的英语配音表现更是雪上加霜，毫无情感波澜，被玩家戏称为 AI 生成的水平。每次听到奈绪江用极其平淡的语气诉说着自己的苦难，我都忍不住想，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吗？还是说忍者他都这样？然后这个游戏的主线任务设计同样令人失望，整个剧情遵循了育碧一贯的罐头化的流程，找到目标，执行任务，杀死敌人，然后无限次重复，任务之间又缺乏连贯的故事推动，也没有情感上的高潮或者转折。我就像一个被牵着鼻子走的机器人，机械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始终无法融入这个世界。相比之下，刺客信条2中埃吉奥的复仇之旅，或者是黑袭中爱德华的自我救赎，都曾经让我为之感动，而刺客信条影的剧情却让我感到麻木。更令人愤怒的是，游戏在文化处理上的敷衍态度。育碧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真实神社的名称和祭坛，甚至让玩家去挖掘当今天皇的祖坟。这种行为不仅缺乏尊重，还引发了日本本土的强烈争议。根据报道，日本首相甚至亲自出面谴责育碧。这种负面新闻不仅损害了游戏的口碑，也让育碧在日本的市场一落千丈。他们明明有能力深入研究日本文化，开拓在日本的市场，却选择了最偷懒、最功利的处理方式。说了这么多，我已经越来越感觉我对育碧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了。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玩家已经跟我一样是这种感受了。刺客信条影本应是这个系列的巅峰之作，一个将忍者文化与开放世界的刺客信条完美结合的史诗。然而它最终却还是成为了育碧在公式化开放世界道路上的又一败笔。那些游戏媒体又在尝试用同样的方法包装这款游戏，就像他们在 Dragon Age The Vanguard 的宣传的时候用到的那种用词一样。他们会说This is Assassin's Creed back to its roots， 或者Assassin's Creed back to its original form。 What the hell, man？ 但事实却是，这只是一款披着华丽外衣的空壳，它欺骗了我和无数玩家的期待。他们拥有所有的成功要素，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失望。
这真的是刺客信条的最后一次机会吗？我觉得不是的，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拥有所有的成功的要素，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失望。我们怀念的刺客信条，那个充满灵魂、诚意和创意的系列已经回不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像使命召唤一样被商业化和流水线生产吞噬的空洞躯壳。原来的育碧在我眼中，他做游戏是什么样的？他是要精细打磨每一个细节，每一部刺客信条都像一部艺术品一样，无论是配音、游戏、机制、系统、动作、战斗、画面，都是顶级的，每一部都是 masterpiece。而现在他给我的感觉只是他做了一个商店，然后刺客信条只是这么一个 interface， 他只是让你去他这个商店里面买东西的这么一个媒介。就说这么多吧，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们也有对刺客信条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